你知道外国的番茄酱为什么跟不要钱一样吗？原因是他们拥有全自动化的番茄农场，这使得一切成本都变得很低，所以番茄酱变得很便宜。今天我们一起看看番茄加工厂。现在这台农联收割机配合旁边的收获机器，正在收割一片番茄。农田收割的非常的快，可以看到有些番茄甚至都还没有成熟，但是这台收割机能够自动识别不成熟的番茄，随后将不成熟的放在另一个地方。当然，机器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这时候就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挑拣。如果番茄酱里加入了太多生番茄，会影响口感。当这一整车番茄装满后，这辆货车就会把番茄拉走，拉到当地的番茄加工厂。在加工厂里，工人还会再进行一轮挑选，因为要称重，将这些生的坏的番茄挑出来称重，这样就可以不用买到坏番茄。随后就会将一筐一筐的番茄全部倒进流水线中。第一步当然是清洗番茄酱上边残留的农药和泥土，全部冲洗干净。每一条流水线上会有1至2个工人负责挑拣快乐的番茄，清洗工艺要经过多次，毕竟要把番茄给洗得干干净净。只不过许多番茄受不了高强度的清洗，所以心形破裂，提前变成番茄汁。这种番茄要么是太熟了，要么就是坏了。当然，清洗完毕之后就会开始脱皮了。将一个又一个的番茄脱皮后，就会运到另一个工具，在这里无数个女工会对这些脱皮番茄进行挑拣和2次脱皮。如果有没有脱皮干净的番茄，就会被女工用手将皮脱干净。不过还是难免会有一些番茄皮在里面，所幸少量的皮也会增添一些风味。下一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一个又一个的罐子和一个又一个的工业榨汁机。这些榨汁机将会把番茄全部搅碎变成番茄汁，这些番茄汁会被机器均匀地分配到每一个铁罐子中。不过在此之前，是不是认为番茄酱少了烹饪这个步骤？其实这个流水线可以生产生番茄汁和熟番茄汁，所以生的和熟的是分开的。当然不只是番茄汁，这里还会生产番茄罐头。番茄罐头就不需要通过榨汁机将一个又一个的脱皮番茄全部放进这些铁罐头里，番茄汁则会去到另一条流水线，在这里每一个番茄汁罐都会被机器给填满，效率非常的高效，1个小时就能生产2000瓶番茄酱。这只是一条流水线的数据，这个大厂子有多少条流水线就不得而知了。他们的番茄加工厂不仅拥有自己的番茄农田，还有自己的番茄品牌，做到了产业一体化，所以售价才会这么便宜。这些番茄酱和罐头分别被打包完毕，不久后将会出现在超市的货柜，或是出口到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用的番茄好像是小番茄，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大西红柿，可能是因为小番茄成本更低吧？对此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